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江江，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，如果对方一直不肯原谅我怎么办？这是延续着前两支影片，可能有一些烦恼的家人来给予回复，那你们也可以听听就好，这是我个人的做法。嗯，我们在练习路上总是一直希望大家可以圆满他人，所以尽量就是要请求原谅，不管是什么事情、什么关系，我们都尽量要让对方多一点，多包容对方一点。有时候我们的请求原谅不代表是我们真的做错，只是希望大家了解到，可以让对方的心情得到个平衡。那可是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犯错啊，那有时候这个错误呢，就得不到对方的原谅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。我们在从出生到现在，我们可能都会犯过一些大大小小可能不同或者是相同的错误。那如果我们在请求对方原谅的时候，对方不一定会原谅我们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因为对方不一定是走在练习路上的人。所以也就是说，当你遇到一个很正常的人类，他不想原谅你时，首先你要知道这个过程就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你们的争执或是可能你犯的错误导致对方跟你做个切割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过程？就是他不是你对的人，不是你对的朋友，不是你对的恋人，不是你对的同事或者是家人这样子。好，那当然面对这样的关系，我们会觉得说，我们一直原谅别人，一直包容别人，为什么我得不到他的原谅，得不到他的包容？嗯，讲过了，应该要发生的事情，应当会发生的事情，就是会发生。也就是说，当对方不原谅你要跟你做切割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很清楚的了解到，这个人就是你生命列车当中必须要下车的人。或许这个下车的过程让你很不能接受，总是希望对方跟你可以回到当初的美好，希望可以请求他的原谅，我们可以继续在一起走下去，或者是一起好下去。但发生就发生了，而且我们必须要接受，我们要尊重对方不愿意原谅我们，这也是一种练习路上必须要去做的一项练习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接受对方的不原谅。嗯，在接受不原谅的同时，其实自己内心会很难得到一个平衡。或许你在过去那个呃关系，你付出很多，或者是你给予很多，你包容很多，哪怕只是一个小错误，就导致你们切割了。好，切割了这个动作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要知道缘起就会有缘灭。那如果真的缘灭了，它就不会再回来。然后呢，这个人就可能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消失了，就不会是你蛋黄区里面的人。蛋黄区里面的人也有可能会变成蛋白区，蛋白区的人有可能会变成蛋壳之外的人。任何关系都在变动着，所以如果这个关系已经过去了，这个关系，这个美好的关系，已经因为你曾经犯了什么错误而过去了。我们要做的事情，真的还是只能接受，接受，再接受，然后跟自己说，这个人就不是我生命中会一直出现的人，我必须要让他在我现在这个人生列车当中下车了。下车，如果下车你还紧抓着他的手不放，不放哦，就是我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为什么不原谅我？我已经请求你的原谅了，你为什么不包容我？我对你付出这么多，哒哒哒哒哒哒。这个时候反而是你已经产生执我了，是你个人自己想要留下他，你个人自己不愿意切割，自己个人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，就是一切还是回归到自己的内心。也就是说，
我们必须要尊重他人对我们的不原谅。第二，我们必须接受该切割的时候，就是缘灭的时候，我们内心必须还是要给予最大的包容，我们必须给予最大的尊重。好，如果你真的爱他，你真的很爱他，不管那个他是朋友、家人、同事爱人爱人，好，不管他是谁，你曾经跟他如此美好过，但关系已经没有，你仍然想要抓住过往的时候，就是你的执念还在的时候，那个执念就在你内心慢慢的增生出来，你不愿意去面对，你不愿意去接受这样的现实，你不愿意接受这个人就要在你人生列车下车了，就是一切都还是自己不愿意去面对，现在就是事实。也就是说，你不愿意去接受切割对方不跟你联络了这件事情是事实，然后你一直很想要抓住过往的美好，也就是你活在过去，你一直想要抓住过往，但是你没有接受现在这个当下，所以别人不原谅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当真的是对的人，如果他是你生命中对的人，其实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的缘分就是会紧紧的相扣在一起，相扣在一起。不管你怎么甩，可能都不会甩掉。又或者可能真的没有真的缘分很深的，哪怕你们已经好一阵子没联络，就会突然在某个角落巧遇着，那就是你们的缘分没有断。但如果说已经缘灭了，就是已经没有缘分了，你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消失的时候，你变成你要去抓住，你要去留住对方，你们一直要保持联络，那就是你个人执念已经产生，那也不是对的路。所以虽然我一直用影片希望大家说，我们要不断的去原谅对方，包容对方，然后我们要给予满满的爱，别忘了放开手也是一种爱的表现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接受他即将离我远去，他不再跟我联络，他要离开我了，他要跟我做切割，就是那个他我不知道是谁，就是有可能是任何一个人，那我必须要接受缘起，开心的接受缘起，但我也要平静的去接受缘灭，平静的去接受他的离开。就是说来跟去都是我们练习路上必须要去练习的一件事情，平静的去看待来跟去。这个人可能来了你身边，陪了你开心过了几年，可能因为一个小争执就变质了，变质了，这就是有可能要被发生，就是应当要被发生的过程。自己要去思考一下，为什么一个小争执就会产生极大的变化，就是因为他不是对的人，然后有了这样的过程，他必须在你的人生当中离开了。如果你真的很爱他，你就必须还是要默默的给予祝福，看着他离开，而不是想要掌控在你手上，紧抓着他在你身边，那个才叫爱。就是说爱有很多层面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对方真的不原谅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还是要内心去接受。当对方不想联络要跟我们做切割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必须得尊重他，但给予爱的祝福是不能少的，那希望他过得比我们好也是不可以少的。那给他最大的爱就是放手，看着他慢慢离开我们，接受他就是我们人生只是陪着我们走几站的过客。那这个过客，我们只要去想我们曾经美好过，去想曾经美好的画面，有种在心中就好了，不是紧抓着靠在身边才叫做好，而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有一种爱叫做接受他的不原谅。我相信很多人在练习的路上，会因为可能你不断的原谅，不断的包容，但是别人可能不见得会这样相等的对待你时，你心里可能会产生一种不平衡。但记得这也是一种练习，千万不要因为不平衡而产生的憎恨心，或者想要控制的更强，这都是我们内心必须要去
点滴的咀嚼，点滴的去练习这一块，不容易。不容易练，但是如果大家有这么进步一点点，一定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。今天分享到这，你们可以听听就好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。就这样，I love you，拜拜。